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寂静之美，我是 Melvin。那今天是我们第一季的最后一集，这一路走来，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一共也有3个月的时间了。对我来说，这个节目就像是一场未完的对话，每一集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带领我们去探索不同的哲学观点和艺术表达。那过去的13集里面，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美学开始，讨论了东方思想、禅宗智慧、西方哲学，甚至是一些艺术与灵性的实践。这些主题看似不同，但它们对我来说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如何更深刻地理解自我与生活。每一集的探索既是一次新的旅程，也是一个新的提问。我们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哲学？那在这一集呢，我想要跟大家回顾一下这段旅程，而且我们还要展望一下下一季，并用哲学与艺术的对话来回答一些大家可能心中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哲学和艺术似乎看起来总是要围绕这种挣扎、孤独、矛盾的这种话题？那如果一个人不觉得生命荒谬，也不觉得他被他人影响的话，那哲学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一集我想要从这些问题出发，带大家进入这些哲学的未完结性。它其实并非要提供答案，而是激发思考，而艺术则是让这些思考具象化的载体。在第一季里面，我们谈到了存在主义的挣扎、禅宗的平静、易经与风水的环境智慧，还有像老子、庄子、尼采、加缪等等的这些哲学巨匠的思想。但即使如此，我们的旅程也还远未结束。我们先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哲学常常围绕着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法？有网友曾经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说，他不觉得自己受到他人的影响，也不觉得生命荒谬。那么沙特、加缪这些哲学家的思考是否就与他无关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问，因为它正好指出了哲学的本质。哲学从来不是一套固定的结论，而是一个思辨的过程。比如说在那一集里面我提到的存在主义的他人即地狱的这句话，它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觉得他人是地狱，而是提出了一个观点，让我们去思考，在我们的人生经验里，他人的目光和期待是否曾经影响过我们。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行为是否完全源自于我们？这其实是一种辩证的过程，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但它的意义可能更多的是去刺激、引发我们去思考，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尼采所说，我需要的不是信徒，而是对我的思想提出质疑的人。哲学家也并不希望我们照单全收他们的观点，而是希望我们在阅读他们的思想时，与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对话，甚至找到属于自己的哲学。这里就引发了哲学的未完结性。那我们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未解的问题呢？哲学家白格森曾经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时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种流动的持续性。我们的生命经验也像时间一样，是一场不断进行的过程。哲学并非为了给出固定的结论，而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与自己的内心与世界保持对话。这也让我想到了心理学家卡伦霍尼的观点。他是一位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学家，他
他特别强调这种自我实现的过程。他认为个体的内在挣扎其实是走向成长的必要途径，而这也和哲学家的思辨过程非常的相似，不断的在矛盾中去寻找新的可能性，而不是追求一个所谓终极的答案。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哲学是否只能用语言来表达？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就曾经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但是他也强调，语言本身有时无法完全捕捉存在的深度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艺术会成为哲学的载体，也是我为什么会把这个节目定位在哲学与美学的探讨，同时也引入了很多艺术作品、戏剧作品、文学作品、绘画作品等等的这些东西，来作为我们解释和理解和分享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因为当语言无法表达那些深刻的情感与矛盾的时候，很多时候艺术可以帮助我们突破理性的限制，我们头脑思考的限制，去触及更深层次的思考。比如说这一季里面，当我们看到蒙克的《呐喊》的这一幅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读懂一篇哲学论文，就能感受到画中那种深刻的孤独与恐惧。而当我们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个体在社会中被异化的那种痛苦。而艺术呢，就是用一种超越语言的方式，让我们体会到哲学家试图探讨的那些存在性的问题。这也开启了一个我想到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我们还没有深入到的，那他就是汉娜·阿伦特。阿伦特是一位德裔的犹太哲学家，他的思想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讨论，因为他强调的是行动的力量。阿伦特认为人类的本质在于行动与交流，我们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将自己的存在具体化。这个观点也让我想到了艺术。艺术不也是一种行动吗？它是个个体对世界的一种回应，是用我们的创造的方式，用我们的灵感，用我们与世界的交流交换，向这个世界发生的一种行为。所以在第二集里面，我也想跟大家进一步的探讨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行动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而艺术又如何成为一种行动的哲学。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在第一季的一些思考里面出现了更多的问题，而我也会试图在第二季里开启我们对未来的思考，哲学、艺术与我们的生活是如何联系和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我想到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是艺术与哲学的对话，它作为一种情感与抽象的桥梁，也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更多的是一种哲学的具体化。比如说梵高的作品《星空》就并非单纯的只是描绘星空的美丽，而更多的可能是将他内心的孤独、渴望与对宇宙的疑问融入进了画布。梵高曾经说过，我梦想着画出一幅画，而那幅画的存在能让人理解自己的灵魂。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式的提问，他在问的可能是艺术是否能真的超越语言，直接触及人心。所以在第二季里面，我想更多的和大家探讨哲学是如何影响艺术的具象化，从绘画到电影，从音乐到舞蹈，去探索人类是如何通过艺术来回应内心的挣扎和感受到的与世界的矛盾的。那第二个呢，我也会更多的和大家探讨的是死亡与生命的哲学。在第一季里面，我们谈到了灵性与禅宗，但我们还没有深入的探讨死亡的哲学。这是一个人类永恒的命题，
不同的文化中对死亡的理解也塑造了我们对生命意义的看法。比如说在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面对死亡是人类意识的基石，他提出向死而生的概念，认为只有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我们才能真正的珍惜每一个当下。而在东方的佛教就强调空性和无常，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而非终结。比如在《西藏度亡经》这一部经典里面，他提到的智慧就是帮助人们以平静的态度来面对死亡的过程。但是在东方还是有很多地方，死亡这个话题都一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大家可能会比较忌讳去讨论死亡。而我认为我们汲取西方和东方的一些宗教和哲学的观点，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对生命的意义有更深刻的看法。所以在第2季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些不同的文化角度去探讨死亡是如何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的。我们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一些当代艺术家他是如何表现这种哲学的。比如说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师川久保玲，他在服装设计中对这种不完整与死亡的哲学表达也是非常经典的。那第3个我想要和大家讨论的就是个体与集体，从哲学的实践层面上来讨论这个话题。在当代社会当中，我们经常去讨论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平衡，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可以追溯到哲学家卢梭与康德的思想。那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这一本书里面就指出，个体的自由与集体的和谐可以通过契约来达到平衡，但这个契约必须基于公正而非压迫。而康德就强调，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内在的一种道德律，而不是这种随心所欲的行动。这些讨论呢，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依然非常的相关。比如我们现在在网络时代，就像我现在在网络上和你们对话一样，我们个人是如何在多元的文化的对话当中找到自己的声音的。那在第2季当中呢，我也可以请一些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并结合现代的艺术与社会行动，看看哲学是如何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那第4个我可能会和大家更多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哲学与科技，去讨论一些未来的伦理与存在。在第1季当中，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古典哲学和艺术，但科技哲学是一个我们还没有触及到的，我认为现在尤其对现在来说非常重要的领域。尤其在现在人工智能常常被提起来的时候，像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在《超智慧》这一本书当中就探讨了人工智慧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一些存在威胁。AI 的进步不仅挑战了我们对人类智能的认识，也引发了道德与伦理的问题。假设机器超越了人类的认知，我们是否应该拥有道德地位？第2季我们可以探讨的问题就包括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科技与人性的边界，科技是否会取代人类的创造力与哲学思考，艺术和哲学又可以如何回应这样的挑战呢？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议题，就是数位虚拟与真实的模糊。比如说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它是否能够用来理解当前的数位化的世界？我们是否正生活在一个数据构成的模拟现实当中？那第2季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来探索科技是如何影响人类对真实的理解，像元宇宙、虚拟艺术、数位身份等等的这些主题。
最后我想要回应一些哲学对艺术与生活的影响，为什么要思辨？有朋友曾经问过我，如果他一直都感觉很快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内心有什么挣扎，特别需要思考，那么哲学是否就是无用的？我的回答是，正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验不同，哲学才有它的价值。正如狄德罗所说，哲学的目的是让人们看到多样性，并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这也许就是我想要在第二季里面做的，就是用更多元化的视角去开启更广泛的讨论。艺术家、诗人、设计师、哲学家，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并不是真正的答案，而是一个窗口，让我们去观看生命中的不同面向。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听众，也可以通过这些窗口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哲学。像加达默尔的理解的哲学，他就强调，理解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的参与的过程。他提出了所谓视域融合的概念，认为我们每个人的理解都来自于个人的背景与历史视域与他人经验的交汇。那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第二季的跨文化的讨论里面，东西方的哲学是如何在现代背景中找到共同语言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也会更多的去讨论一些当代的哲学问题，比如自由的界限、西方哲学的自由与道德、个体与集体、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平衡、社会的契约、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引入更多关于情感与生活美学的哲学讨论，比如情感是如何成为哲学的核心议题的。斯宾诺莎的情感与自由，他就认为情感并不是我们被动接受的东西，而是一种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他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自由是非常有启发的。自由并非摆脱一切外在的约束，而是在理解世界的过程当中与它达成和谐。这种思想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非常的重要，比如我们是如何通过艺术来表达情感，进而理解自己的处境，又比如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找到与世界和谐的相处方式，来提升我们的生活美学。那最后，想必大家也感受到现在世界的局势，现在这个世界的动荡，也会带领我们去讨论一些更社会化的议题，那就是哲学与社会运动。那我可能会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学的理论，而更多的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直接的挑战。现代的社会运动，比如说环保运动、性别平权、社会正义，或多或少都与马克思的哲学有某种关联。那在第二季里面，我们也可以更深入的去探讨这些运动是如何将哲学从理论层面带到行动，并且去回应现代社会的挑战的。另外，我也想要更多的和大家讨论胡塞尔的现象学，因为现象学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方法，也可以用来分析现代社会当中的人类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通过现象学来理解移民、边界或全球化中的文化碰撞的。那除此之外，我还想要更多的尝试一些新的形式，比如邀请嘉宾来进行对谈，或者推出艺术与文学作品赏析的单元，这样可以让我们节目的内容更加的丰富，也吸引更多有趣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方式的话，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那我就会更有动力去做出更优质更好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好了，第一季的结束对我来说是一段旅程的完成，
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哲学与艺术的对话永不结束，正如哲学家狄德罗所说，哲学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多样性，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真理。这也是我做《极尽之美》这一档节目的目标，不是给出答案，而是激发每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哲学。就像呐喊中的孤独，也许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些迷茫与疑问，但透过哲学与艺术，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灵感和力量。感谢你们一路的陪伴，期待我们能在第2季当中一起走得更远。我是 Melvin， 那我们就下一季再见咯，拜拜。